2013年夏天啊，我的爷爷有了他的第一部智能手机。他呢，就整天拿着手机在那琢磨。可是过了一阵儿，他突然就把手机扔一边不用了。我就感觉很惊奇啊！我去问他，原来是没研究明白。后来呢，我就对他进行了1对1全方位无死角无限循环的辅导，终于把他教会了。后来我就想啊，其实不光是我爷爷，我们身边的很多老年人都是有这个需要的。于是我就画了一份微信软件说明书，上面包括一些常见的小功能是如何使用的，以及爷爷他老人家可能会面对的一些问题。就是希望爷爷他老人家也能够像我们年轻人一样享受到智能手机的便捷与愉悦。这是我们那个微信软件说明书。接下来呢，2017年我考到山东省实验中学，在那里呢，我就把我的想法跟几个同学分享一下。没想到我们一拍即合，就成立了我们的高中生爱心公益组织“番茄鱼爱老助老”公益联盟。我们就是立足于当今经济发展的情况下，为爷爷奶奶们带来在居委会的智能手机爱心公益课堂，帮助他们享受科技的便利。毕竟我国当前是老龄化加快，我们作为高中生，其实真的非常想要为爷爷奶奶做上一点事情。这是我们的活动成员。2017年7月初番茄鱼的立项调查主要通过线上调查和线下问卷的形式陆续展开。根据我们的调查结果在目前的老年人群体之中，大约只有52%的老年人是拥有智能手机的。在这52%的老年人群体之中呢，大约只有40%会进行一些很简单的基本操作，比如说开关机等等。看到这样的结果我跟我的同学，我们真的觉得我们把这个事情做下去是很有希望的。我们相信我们有必要建立了这样一个高中生的爱心公益组织。然后大约到了2017年7月底呢，我跟我的同学对这个活动又进行了进一步的宣传与调整。我们建立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绘制了我们的软件说明书，也定制了我们画了我们的 logo 图标，定了一些文化衫之类的，对我们的活动进行了进一步的增强。这个是我们的海报，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记得有人说过公益有了热情，就相当于成功了一半。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活动来说显然是这样的。第一次活动呢，我们那时候是3个同学，我们一起去了济南的中创开元山庄，在那里办了我们的第一次活动。大家毕竟一点经验都没有呢，然后我们只能凭着感觉一点点的做。我记得那时候在寻找老人来参加活动方面呢，我就跟我的同学，我们干脆就印了那么多传单，去那个小区大院门口一张一张的贴。然后呢，同时我们还进行了进一步的排练。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觉得其实第一次活动除了寻找一条道路以外，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真的成长最大的还要从一个姓黄的爷爷说起。黄爷爷他退伍以后就独自居住，来到我们的活动的时候还是拿着一个全新的智能手机。我跟我的同学了解到这样的情况以后呢，我们就对黄爷爷进行了特别的关注。
从解锁屏幕到拨打电话，再到熟练的使用微信发送消息。我记得黄爷爷总是很耐心地微笑着听我们讲解。我们每讲完一个过程、一个东西，他就在那鼓励我们，然后他说：“孩子们啊，你们这样的活动真的对我们老年人来说大有益处，我们感觉心里暖暖的，谢谢你们。”在番茄鱼刚刚起步的阶段啊，其实收到这样的赞扬与鼓励，我们同学们真的觉得特别感动。我们就觉得，原来举办这样一个小小的公益活动，那种与爷爷奶奶们在一起，互相陪伴、关心、鼓励与支持的过程，竟然可以带来这样的温暖与感动。这个是我跟这可爱的黄爷爷。后来呢，2017年8月份，我们番笄鱼爱老寿老公益联盟又搞了一次活动。我们这个时候呢，迎来了新的同学小伙伴。我就觉得这个时候，同学们真的在这种公益的想法与这种公益的实干的这种精神，真的在同学们心中传播开来了。我们真的觉得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大家开学后然后我们就觉得理所应当，顺风顺水，我们的活动肯定能好好的办下去。然后我们就开始计划着，要不我们那个10月1号假期来办次活动吧。但是呢，就是随着时间临近，我们之前长期举办活动的居委会那边传来一个消息，居委会那边呢，他们从2017年9月份开始就拥有了自己的智能手机辅导班。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哎呀，我们活动办不成了。其实现在想想，可能是我们高中生的引导，大家逐渐的关注这一方面，逐渐的开始想要为爷爷奶奶们开设智能手机辅导班，这真的是挺好的一件事儿。可是我们那时候就觉得特沮丧，这种落差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难过的。但是我们又觉得我们有希望，我们能够办下去，我们可以的。然后我就静了静心想，那时候我就说这个活动我要办下去。然后我就跑了。2017年10月5号的时候，我一个人骑着单车，那时候是走街串巷20公里，就是大概是从我家出发，把历下区、天桥区、市中区大概是这3个区的居委会都走了个遍儿。结果呢，没有一个上班，全都因为11假期而休假了。然后我那时候我就感觉到了什么叫绝望。我们之间是绝望啊，绝望是什么呢？我这时候感受到绝望就是你能看得到那一点星火，但是你抓不住它。记得那是一个9月份，然后我跑了一天，我那个时候我跑了一天，满身大汗，就一天都没有吃饭，没劲儿了，我就靠那个路灯杆上，我就想，我就凭着那一点儿自己仅有的那一点点信念，我想不行，这个活动我要办下去，我对自己是有信心的。然后转头回家就跟我爸大吃大喝一顿。坚持其实真的是有魔力的，我现在是非常认同。一颗坚持的心以及爱老助老公益的这种精神，将我和我的同学们又带上了一个新的高度。2017年12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团队有2位同学获得了复兴保德信青少年社区志愿者，这个山东省明星志愿者的称号。
大家突然就大家对这个活动的信息啊，就上来了。后来呢，我们又跟这个济南市老年委还有当代健康报联合起来，逐渐开始了济南市老年人智能生活工程项目。通过这个项目呢，番茄鱼的活动真的是变得越来越丰富多彩了。我们的活动也更加便捷了更多的老年人。这个是10月1号在那个智慧门口。这是济南市老年人智能生活教育工程的项目。智能生活智慧城市，番茄鱼工作室的同学们啊，一直相信老年人也可以享受现代生活的便捷与愉悦。试想当我们老了，如果还能有一群年轻人像我们这样手把手的教我们探索一些未知的东西，那也将是一件最最美好的事情了吧。这也是我们做这件活动